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，同样老年发福，看山口百惠，再看萨日纳。果然这两点决定了女人的视觉年龄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人到中年后，才真正明白身体的变化并非全然可控，新陈代谢逐渐减缓，体能也不如从前，稍不留意，体重便悄悄增加。照镜子时，看着腰间的赘肉，难免心生无力。但现实是，并非每个人都有时间和精力去坚持运动。很多时候，对发福只能接受，无奈。不过，发福并不意味着油腻。看看山口百惠和萨日纳，两位都是优雅发福的代表人物。他们用真实告诉我们，体态与气质，穿搭与品味，才是决定一个人是否从容得体的关键所在。与其抗拒身材的变化，不如学会顺势而为，用适合自己的方式，活出另一种温柔而坚定的美。一，女人老了，配色和决定人的年轻程度。在静态的视觉中，决定一个人看起来年轻还是显老的，往往首先来自服装的色彩选择。山口百惠虽然比萨日纳年长10岁，但她在步入老年之后，倾向于选择清新明快的浅色系穿搭。这些色彩在光线下映照着面庞，不仅提亮肤色，也让她看上去神采奕奕，仿佛年轻了10岁。相比之下，萨日纳的穿搭则以深色和暗调为主，呈现出一种沉稳内敛的气质。这样的配色虽然显得端庄大方，却也容易削弱整体的明亮感，让人产生一种缺乏活力的印象，从而略显老态。当然，色彩只是第一印象的一部分，人是流动的，气质是立体的。真正决定一个人整体形象的，仍需从衣着的搭配、体态的修养，以及内在的神采等多个层面去综合感受。二，体态决定整体形象的优雅度。山口百惠步入老年阶段后，常常被人遗憾美人迟暮，其主要原因还是体态的变化。走路习惯使她在行动的时候，腿型是 X 型的，这样的不良姿势导致身体无法完全舒展，连带影响上半身呈现弯腰驼背的状态，直接削弱了整体气质。而再看看萨日纳，她虽然总是穿着一眼看上去就很老气的服饰，但是她的体态却非常完美，身姿挺拔，气场足，走起路来都带风。这种挺拔感会给人一种很有精气神的感觉，瞬间就中和掉了她的服饰的老气感，呈现出蓬勃的活力。三，穿搭影响视觉上的胖瘦、年轻与老态。看完前面的内容，相信大家也能明白，人到了中年以后，真正决定气质的，从来不是脸上的皱纹或身材的曲线，而是整体形象所呈现出的状态。而穿着打扮，正是这个状态最直接的体现。通过合理的搭配，我们可以在视觉上优化体态，让人看起来更加挺拔精神，甚至悄悄减龄。第一点，衣服选 H 型，肩线要正，显瘦又显精神。萨日纳的穿搭中最值得借鉴的，就是她对衣型的把控。她常穿的 H 型直线轮廓，不刻意强调腰线，却能很好地规避中年发福后腰腹的线条。相比收腰的款式，这样的设计更从容，也更大气。不过，关键还是在于肩线的处理，肩线要收得刚好，不能宽松含糊。收紧肩部，不仅能让上半身在视觉上显得更窄，也能起到竖向拉伸的作用，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修长。特别是原本有点圆肩或轻微驼背的人，修饰肩部线条能大大改善体态，显得更挺拔有精神。第二点，转移视觉焦点。
让上半身瘦下来。大多数亚洲女性的胖集中在上半身，尤其是肩背和腰腹，所以穿搭的重点是缩小视觉上的上身宽度。一个巧妙的方法就是把设计感集中在上半身，比如用一些轻微的竖向线条、门襟排扣、细褶、V领口设计来打破面料的平铺感。这种竖切的设计会形成分割，让人忽略横向的宽度。此外，可以借助饰品来转移注意力，比如搭配一条简洁大气的项链，聚焦面部和胸前区域的亮点，自然就会削弱对体型的关注。至于下半身的穿搭，务必保持简洁干净，裤装和裙装尽量选择无图案、略宽松的款式，不仅修饰腿部线条，也更容易展现出优雅感。切忌太紧身或设计复杂，避免破坏整体的流畅感。第3点，色彩提亮，穿出清新与年轻感。很多人年纪越大越喜欢穿深色，觉得显瘦安全，但如果全身上下都是暗色，容易让人显得沉闷无光彩，反而加重了老气感。山口百惠的穿搭之所以让人觉得年轻，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她善于运用浅亮色，浅蓝、淡粉、米白这些低饱和度的颜色，会在视觉上提亮肤色，让人显得更有气色。当然，发福后的身材确实不太适合大面积浅色，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小面积提亮来达到减龄的效果。例如选择一件深色外套，内搭浅色上衣，或者用亮色的围巾、胸针、耳饰，靠近面部提亮气质，层次感也更丰富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一定要外深内浅，这样视觉焦点才集中在上半身，不仅显年轻，还能显瘦。如果反过来内深外浅，则会让人显得更胖，比例失调。4. 肩颈线条影响体态的挺拔度。千万不要小看体态的挺拔度，这不仅仅是会影响形象的优雅度，也影响着视觉上的年龄感。举个例子，宋小英已经71岁，她的面容其实已经长满皱纹，看着很符合她的年龄，但是再看看她整体的形象，身姿挺拔，很有力量感，人看着就会精神充沛，很有活力。而这种鲜活感其实才是所谓的年轻态，所以整体视觉效果比单独看脸至少年轻了10几岁。由此可见，体态对一个人的形象是多么的重要。而在不刻意锻炼的情况下，肩颈线条的利落度和体态的挺拔程度是紧密相关的。那么调整肩颈线的清晰度很重要。1. 发型与颈肩线条。胖的人不建议留刚好披肩的中短发，这种长度容易在颈部形成堆积感，模糊肩颈线条。建议选择2种替代方案，一是过肩的长卷发，让发丝自然垂落，和肩背就形成了2条独立的线条，比如张小慧的发型。2是将头发盘起，但胖的人盘发显脸大，所以并不建议这样做。如果非要盘，最好搭配耳环或侧分刘海来修饰脸型。最佳的选择当然还是短发，方便打理，看着也利落。最好是露出耳朵，将视觉重心上移，能让人看起来更精神，同时清晰地展现颈部线条，在视觉上拉长颈部比例，达到显瘦的效果。2. 衣领与肩颈线条。胖的人一定不要穿高领，要选纵向延伸的领型。大家都知道 V 领能有效拉长颈部线条，大圆领比小圆领更显舒展。但是最重要的不是什么领型，而是要记住这个点，领口的宽度最好略宽于脸部最宽处，这样能自然达到显脸小的效果。当然了，可能我们选的衣服中也有一些圆领的，很多中老年的衣服在领口的设计上都比较保守，
如果是不得不穿高领，可以用长项链来破解局促感，比如张小慧的穿法。当我们逐步了解中年女性在体态、配色、穿搭到肩颈线条上的细节影响，就会发现，真正的气质年轻感从来不是靠瘦或扮嫩来维持，而是从容的拥抱变化，再通过恰当的修饰手法去放大自身的优势。这些看似微小的选择，发型是否利落，颜色是否提气，领口是否得体，肩线是否清晰，都在悄悄塑造一个人的形象状态。气质不是年龄的对立面，而是一种长期积累出来的姿态与智慧。而当这些细节得以融合协调之后，即便不再是年轻的20-30岁，依然可以美得大方、自信、不慌张。就像接下来我们要聊的两位女性，58岁的金惠景，54岁的李富真，她们站在一起的画面，不是谁更年轻，而是谁更从容。在她们身上，我们看不到用力过猛的穿搭技巧，也没有对年龄焦虑的掩饰和掩盖，反而是通过极简而讲究的搭配、自然蓬松的发型和饱满自持的气场。自然老去的金惠景和李富真才是真体面。韩国第一夫人新旧对比，金惠景赢麻了。金建熙的脸总给人一种过于年轻的紧绷感，看着精致却少了点自然，而金惠景脸上带着岁月留下的淡淡痕迹，眼角的细纹，自然的皮肤状态，反而透着真实的舒展。比起过度修饰的精致，金惠景身上那种岁月从不败美人的状态，更让人觉得亲切又有力量。金惠景第21任第一夫人，58美如38。金惠景作为韩国第21任第一夫人，58岁的年纪，看着却像38岁一样年轻。从年轻时的结婚照到如今的政界合照，金惠景与丈夫李在明可谓是恩爱有加。她身上没有被岁月压垮的痕迹，也没有过度精致后的僵硬感。可以说，她的冻龄不是靠浓妆堆砌，而是自然生长的美感，难怪成了不少人心中的气质范本。李富真，3星长公主，优雅气质美到骨子里。翻看李富真不同时期的照片，你会发现她的美是随着时间生长的。年轻时的她，眉眼间带着不服输的锐气，却又藏着女性的柔美感。如今多年过去，眼角添了细纹，却更有了几分从容练达。这种从内到外的优雅，可不是靠名牌堆出来的，是经历风雨后的淡定带来的自信光芒。58岁金惠景和54岁李富真是如何靠穿搭显气质的。套装不等于老气，选对款式提升品味。看看金惠景宣誓就任时穿的这身白套装，简直是把优雅迷人焊在了身上。谁说套装是老气的代名词？那是因为你没选对。要拒绝显老的套装。再看李富真的套装，跟金惠景的一样，既没有花哨的装饰，也不是紧绷的剪裁，而是用利落的线条和柔和的配色，把正式感和女性魅力平衡得恰到好处。反观左边凯特的紫色套装，显老又束缚，失去了女性的温婉柔和之美。别再觉得套装是老古板，选对了，它反而能成为气场的加分项。想要挑选一套既适合自己又具减龄效果的套装，其实并不复杂，只需在色彩与质感2个关键点上做出明智选择，往往就能呈现出清爽得体的穿衣状态。首先，建议多选用能够提亮肤色的浅色系，比起深色调的沉稳与收敛，浅色更能映衬出明亮气色，带来清新柔和的视觉感受。例如李富真与金惠景的穿搭中，白色、浅蓝等色彩频频出现。
这些带有光泽感的浅色，不仅能自然贴近肌肤，更能在不经意间提亮面部，让整个人看起来更有精神。其次，在材质与版型的选择上，也值得多加用心。一套看似简单的套装，若选用了挺阔的西装面料或垂感出众的醋酸材质，整体质感便会瞬间跃升。这样的面料不仅不易起皱，还能勾勒出利落的身形轮廓，让穿着者在举止间都透露出干练与从容。即便如金惠景身着传统韩服，其所选用的布料依旧展现出细腻分明的高级感，这正是质感在穿搭中的力量体现。2. 优雅等于细节，优雅感是靠细节撑起来。技巧一，适当露白，多穿 V 领。很多人穿套装显得沉闷死板，问题就出在露得不够巧妙。试着在细节处留空白，比如 V 领就能瞬间打破严肃感。比起圆领的包裹感、高领的压迫感， V 领能纵向拉长颈部线条，让脖子看起来比较修长。这种领口露得恰到好处，反而能平衡套装的厚重感。技巧2，裙要过膝，优雅出众。别再纠结裙长要不要赶时髦，过膝的套装裙才是永不出错的经典款。瞧，金惠景这套浅蓝色的套装裙，不挑年龄，不挑身材，却能轻松穿出成熟女性的得体与大气。长度大概在膝盖下3至5厘米，既能遮住大腿肌肉，又不会拖沓到影响走路，一举一动都透着从容。技巧3，颜色呼应，凸显统一。不少人穿套装时，里面的内搭颜色和套装脱节，看起来杂乱无章，其实让套装里外颜色相互呼应，能瞬间提升整体的和谐度。比如李富真经常用黑白进行搭配，有时是项链与披肩呼应，有时是图案纹路和外套呼应等等，这样搭配下来，不会给人拼凑杂乱的感觉。技巧4，配以精致的首饰加以装饰。别以为套装已经很正式，戴首饰会显多余。实际上，一对小巧的耳环，一条细细的项链等，能立马打破单调感。这些首饰不用多夸张，简约的设计反而更显李富真的品味。少而精的原则既能透出女性的细腻心思，又能呼应套装的正式感。3. 发型正确等于事半功倍。1. 适合50+女人的发型具有这2点特征。特点1，面部未遮住太多，穿对衣服只是优雅的一半，发型选得好才能让整套穿搭更出彩。尤其是50+的女性，尽量不要让头发遮住太多的脸部面积，一是容易显老气，比如厚重的刘海把额头遮挡得严严实实，看起来太臃肿；二是容易显沉闷，选择露出脸颊轮廓两侧的发型，能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清爽舒展。特点2，发型要足够蓬松，其次是蓬松度。贴头皮的发型真的是很容易让人憔悴，你看看金惠景、李富真他们，基本上出镜都是蓬松的发型，视觉上显发量多，还能修饰头型和脸部线条，整个人精气神就提上去了。2. 中年女性发型多选择短发加烫卷，人到中年多选择短发加烫卷的发型，只是我们在理发店做发型时，一定不要让理发师烫小卷，一圈圈拧得太紧，看着过于死板还显头大。最好就是调卷弧大小不一的款式，比如大卷里混着中卷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发根2至3厘米别烫卷，留着这节自然的直发，能让头顶更蓬松，比刻意追求显小更有味道。另外，除了卷弧还要注意长度，尽量选择肩上或锁骨位置的，
利落又不压个子，哪怕是微胖身材也能轻松驾驭。这个长度的卷发不会像长发那样拖沓，也比超短发多了几分柔和感，自带50加从容韵味。无论是山口百惠的浅色穿搭，李富真的沉稳气场，还是金惠景举止间的温婉大气，他们都用自身诠释了中年不是衰老的代名词，而是内外修养沉淀后的丰盈阶段。在这个阶段，女人的美不再只是依靠纤瘦的身形和青春的皮肤，而是更讲究比例与轮廓的协调，讲究服饰与气质的融合，更讲究一种无需解释的自信与底气。微胖的身材，大胸的曲线，略显丰腴的轮廓，这些曾被年轻时视为缺点的特质，反而在中年之后成为女性魅力的象征。只要懂得穿搭与形象管理，微胖也可以是珠圆玉润，从容大方，甚至比刻意追求瘦弱的装扮更具贵气感。正如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位女性，52岁的严炳燕，她就是中年女性的典范代表。她没有刻意减重，也没有迎合流行审美去扮嫩，却凭借自然丰腴的身材和得体讲究的穿搭，在每一次亮相中都呈现出一种难以忽视的雍容气度与从容姿态。她的示范告诉我们，真正高级的美，不是瘦成一道闪电，而是懂得如何让自己在任何状态下自信、舒展、笃定而优雅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看看严炳燕是如何演绎微胖大胸女人的极致贵气。1. 为什么说珠圆玉润才贵气？1. 丰腴健康，有女人味。总有人觉得微胖胸是缺点，但这明明是丰腴健康、充满女人味的标志。圆润的曲线，饱满的身材，本就是属于女性的魅力，怎么就成了被挑剔的理由？如今满屏的白幼瘦审美，像个无形的枷锁，把女性的美框在了单一标准里，实在是太畸形了。微胖大胸的女人，举手投足间自带气血感，这是纸片人无法复制的。2. 气质从容，仪态端庄。比起纤细单薄的身形，微胖大胸的女性更能稳稳地撑住脊柱，因为自身的肌肉和脂肪分布的相对均匀，站坐时更容易保持脊柱的自然曲线，体态看起来格外的端庄挺拔。看章子怡和严炳燕就知道了。另外，微胖的女性有着足够的肌肉，能支撑一些腰部用力的姿势，如搬东西，不会长期被腰疼所困扰。3. 长相富贵，脸型圆润。不同于金晨棱角分明的瓜子脸，严炳燕圆润的面庞自带亲和力，饱满的苹果肌和柔和的脸部线条，让人看着就觉得福气满满，温润大气。可以说，严炳燕脸上丰盈的肉不仅不会显臃肿，反而圆润的轮廓透着优雅从容的韵味，端庄沉静，有一种自带富态贵气的氛围感。贵气脸要拒绝丑发型。1. 大光明发型显油腻。很多人觉得把头发全梳上去，露出整张脸，更显得清爽利落。可对于发际线偏高的微胖女性来说，这样的发型反而会放大脸型的圆润感。大光明发型没有任何遮挡修饰，容易让视觉重心都集中在额头和面部轮廓上，显得脸型又宽又圆，还会给人一种油腻感。这种发型赶紧远离。2. 齐刘海加黑长直，凸显老气。不少人觉得齐刘海加黑长直这款发型减龄又显嫩，可在咱们微胖大胸女性的身上，反而很容易翻车。厚重的齐刘海把眉眼遮得严严实实，会让原本就圆润的脸型显得更加的局促。黑长直贴头皮的造型，没有任何蓬松和修饰的效果，既暴露了圆润脸型的短板，又放大了上半身的存在感，
和成熟的身材搭配在一起，难免给人一种强行装嫩的违和感。2. 微胖大胸女人也可以得体大方，气质优雅。1. 适当露黄金三角区，圆润的脸型，丰满的上半身容易给人厚重感，但只要巧妙地露出黄金三角区，立马就能打破沉闷。选择 V 领的领口，或者是带挖肩设计的连衣裙，不仅能拉长脖颈线条，还能让脸看起来更小，营造轻盈感。2. 版型要合身而非紧身，比起紧紧裹在身上的衣服，合身的版型才是穿出优雅气质的关键。紧身衣会把身上的肉肉勒出明显的痕迹，比如小肚子，容易显得局促又廉价。反之，合身的衣服不会刻意强调曲线，却能顺着身体自然垂落，巧妙地遮住小肚子、拜拜肉之类的缺点。微胖大胸的美在于丰腴大气，而非紧绷不自在。3. 巧妙掐腰，性感迷人。别以为丰满身材就与腰线无缘，只要巧妙利用穿搭技巧，一样能轻松勾勒出性感腰线，穿出迷人曲线。比如严炳彦常选择带有收腰设计的连衣裙，或是用配件来点缀宽松服饰，瞬间能让平平无奇的造型变得有层次感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收腰位置别太低，卡在腰部最细处上方一点，效果最佳。4. 裙要过膝，修饰腿粗。你以为短裙显腿长很时髦，实际上裙长过膝到脚踝的才是最适合大家的长度。过膝的裙子自带端庄优雅的气质，能稳稳遮住大腿粗、臀部大的缺点，而且走起路来随风摇曳，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挺拔，营造出一种从容大气的精气神。5. 少穿金戴银，易俗气。不少人觉得金银首饰亮眼又显贵气，结果适得其反，穿出了暴发户的土气感。毕竟微胖大胸其本身存在感就强，再加上过多的饰品，只会加重整体的厚重感，比如李湘。反观严炳彦一身清爽的白裙子，再无其他多余饰品，更能凸显少即是多的高级穿搭。告别金戴银的堆砌感，才能美得大方有气场。岁月无法停驻，但气质可以沉淀。一个女人的美，从不应只停留在年龄、体重或衣码上，而应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从容与笃定。中年是一场重新认识自己的旅程，我们学会接纳身体的变化，也学会用智慧去调和穿搭与体态之间的关系，不是为了取悦谁，而是为了让自己在镜子前多看一眼时，心里生出一份满意与安稳。山口百惠的浅色温柔，萨日娜的挺拔姿态，李富真的端庄简练，金惠景的从容高雅，再到严炳彦的珠圆玉润，贵气自然，她们各自代表着一种不被定义的美。她们让我们明白，穿衣从来不是遮掩缺憾，而是表达态度。打扮也不仅仅是对抗年龄，而是呵护自己的方式。愿我们每一位走入中年的女性，都能在岁月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，不被年龄束缚，不被体型限制，而是以独有的气质与风骨，活出最动人的模样。真正的优雅，从来不在衣服的价格或身材的尺码里，而在那份日渐笃定的眼神和愈加柔和的心境中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欢迎留言和投稿。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